家里的生活用品应该都有备齐，至于床单和被套，我也都在洗晒过后换上了新的。如果还有什么需要，你待会儿告诉我就好。哦，对了，备用钥匙我多配了几把，你记得放一把在律所，这样就不用担心忘带钥匙进不了门了。抱歉，因为特殊任务，接下来我要出差一段时间。我家的地址向上级部门报备过，安保措施比较完善，你住在这里我会比较放心。所以，稍微忍耐一下吧，好吗？打扰了，小姐。我刚才无意间看到你兜兜转转，似乎有些手足无措。如果不介意的话，不如就来我们那里落座吧。我们的位置是看台旁的 VIP 位，完全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欣赏到待会儿的展品。既然小姐不说话，那我就姑且当作是默许了。啊，对了，差点忘记做自我介绍了。我叫潘明浩，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你可以和大家一样，叫我潘哥。瑞文，你瞧我把谁带过来了？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你刚才就时不时在注意着这位小姐吧。俗话说得好，相遇就是缘。既然机会难得，不如大家就认识一下吧。这就不必了，潘哥。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我们互相知根知底，了解彼此身上的每一处秘密。都这样了，还需要重新认识吗？哎呦，原来你们真的认识啊！我就说瑞文少爷平常应该见惯了各色美女，如果不是关系匪浅，应该不会格外关注。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认识，怎么不早点说出来呢？表情这么沉重做什么？潘哥，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看到自己的女人和别人挨得这么近，换谁都不会高兴的吧？况且，我们之间还闹了点小别扭，
对吗？哦，原来你这么爱我呢。那你刚刚为什么和潘哥走得那么近？我可都看在眼里。哎呀，瑞文，这都是误会，为了这点小事而伤了感情，可不值得。但愿是场误会。总而言之，潘哥，下次就不要再做这种事了。虽然我敬您是位长辈，彼此之间交情不浅，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占有欲比较强，尤其是在感情方面，眼里可容不得沙子。啊，我明白，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就先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了。严重了。还有，你也是。既然口口声声说爱我，就不许轻易背叛，懂了吗？过来坐吧。来，瑞文，再来一杯。唉，看到台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展品了吗？想想也真是讽刺啊！我那批见不得光的货，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混进来的。瑞文，这次我可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们运进来，你出价可不能太吝啬了。哦，潘哥这是在趁机抬价吗？毕竟这是场铤而走险的交易，无论多少钱，那应该都是值得的吧。说起来，你就不好奇我将他们安置在哪里了吗？无论那批货现在在哪儿，反正最后都会落到我的手里，不是吗？现在，我可没心情去谈这些正经事。反抗。哎，瑞文，你该不会是喝醉了吧？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公众场合，要是做出太过激的行为，难免会引人注目。哼，我没醉。啊，好，好，好，你没醉。
这些展品实在是没什么看点。先带瑞文少爷上去休息吧，记得好好安排，不要怠慢了。过来，帮我松一松领带。我刚进房间的时候试过了，角落那面落地镜是双面镜。在不确定这里是否有窃听装置的情况下，说话小声点。轻点儿，太紧了。别怕，没事的。稍微对我做些什么吧，不然会令人起疑的。还是换我来吧。这样除了我以外，就没人能看见你的表情了。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就好，你只需要专心听我说。待会儿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找机会带你出去。这里媒体很多，你尽量走在聚光灯下，这样就算潘明浩再动歪点子，也不敢拿你怎么样。场外有警方接应，在看到一辆车牌号是 AB065 的出租车时，挥手叫停，他会安全送你回去。我还有任务。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盯着潘明浩，这次必须要让他亮出那批货，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别闹！你你的想法真是……不许笑！哎呀，瑞文少爷，我听保镖说屋子里有些异样的动静，你没事吧？哎呦，抱歉抱歉。真是没想到，瑞文少爷居然也有这样的一面。潘哥，不会说话可以不说。给我出去！好，我这就出去。不过你也先别玩了，
赶紧带着你的人跟我走吧。展会里似乎是进了几只老鼠，我们现在必须得立刻转移场地才行。知道了。看你做的好事，把我身上都弄湿了。说吧，准备怎么补偿我？站起来，去过道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蹲下来，帮我擦干净。哎，瑞文，你该不会是喝醉了吧？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公众场合，要是做出太过激的行为，难免会引人注目。待会儿我要去1楼的洽谈室和潘明浩聊一聊，争取尽早打消他的顾虑。这段时间你就在房间里等我，哪儿也别去。如果中途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按下按钮，我就会立刻收到消息赶过来。所以相信我，别害怕，好吗？嘘，小声点，别被听到了。我是潘哥的人，有些事想跟你商量，麻烦开下门。在门口说也不是不行，但要是传到潘哥耳朵里，不仅仅是我会遭殃，你和瑞文少爷可都没办法全身而退。听说你和瑞文少爷的关系匪浅，而我正好经常帮潘哥做事，可以掌握一些特殊情报。如果我们里应外合，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那批货。等到脱手后，咱们就五五分赃，金盆洗手，后半辈子都可以不用愁了。哼，那种大少爷不好伺候吧？你要是喜欢刺激的，等有了钱，多的是人陪你玩，不是吗？放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对，是我趁着潘哥不注意偷偷装的，说不定能窃听到一些有用的情报。废话不多说，潘哥，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东西取来？快了，快了，你先别急。那批货价值连城，光运进来就费了我不少力气，
也不知道明里暗里多少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呢。所以我得挑些放心的人选，才能保证他们在运输途中不出事啊。你就不怕放久了被人调包？哎，怎么会呢？北区的7道口仓库你也知道，想要进去可难得很。在7道口仓库，想进去确实有些困难。或许在那位大少爷得手后，我们再调包也不迟。说起来，你钱准备够了吗？可别诓我啊！放心吧，潘哥。按照父亲生前与你的交情，我就算骗了所有人，也绝不可能会骗你的。唉，你父亲确实是可惜了。那次也不知道是谁向对家走漏了消息，害得他被……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都付出应有的代价。我听说这些年你在国外过得不错，如果你父亲还在，本来不必这么快回魏明市。明明小时候是个阳光开朗的孩子，但现在的眼神却连我也常常看不透，真是可惜了。没什么好可惜的，这都是命。不过既然它能被外力扭曲，那也能由自己改写，不是吗？如果中途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按下按钮，我就会立刻收到消息赶过来。所以相信我，别害怕，好吗？你就别犹豫了，跟着我做事，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这是怎么回事？他碰你了。其他地方有受伤吗？没受伤就好。那接下来，潘哥，潘哥，救救我！哎，这，瑞文，差不多就可以了。二黑这也是有苦衷的。他最好真的有苦衷。先前在秀场发生的事，我是看在潘哥你的面子上才既往不咎，但这次可就不一样了。那不如就再开一回我的面子吧。这件事是我指使二黑做的。哦，
怀疑这种情绪算是人之常情，我非常能理解。啊，你能这么想就好。所以我也在怀疑，有人是不是仗着试探为由，起了别的歹意。毕竟潘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背井离乡，难免会比较缺爱，导致有一些小心眼。轻点，轻点。那当然是因为有些话不方便被他们听到。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应该不会错失这次机会的。他主动的。那也是你开的门啊！门开你就进，那这里有窗户，你跳不跳？我是谁借你的胆子，让你看到我在这里，还和他靠得那么近？潘哥，潘哥，救救我！哎，这，瑞文，差不多就可以了。啊，你说什么？警方为什么会找到那里去？没事，不用管那个仓库，由着他们去查吧。多盯着点他们的动向，有事再通知我。潘哥，那批货被查了？没有，放心，七道口仓库只是个障眼法，真品不在那里，查不到什么的。这么说起来，你刚才故意告诉我假地址，也是想试探我？这也不是，就是谨慎点儿总是好的。谨慎过了头，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你难道就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算地址是假的，但将它暴露出去的总是个真人吧？究竟是谁？潘哥，你心里有眉目了吗？比起趋光异现的飞虫，隐藏在暗处的蟑螂应该更加难收拾吧？与其盯着我们，潘哥，你还是好好清理下自己的门户吧。确实。赶紧把那批货运过来吧，要是再出了什么岔子，你就别想再从我这里捞到1分钱了。知道了，我会抓紧的。再等等，再等等就好。
刚才之所以拖延时间，就是为了让他能在我们面前收到这个消息。这种紧张关头，只要给对方造成足够的紧迫感，他就会来不及怀疑，从而顺着我给出的思路走。是有点，我简直是把这辈子的坏主意都想尽了。稍微放松一下吧，潘明浩现在已经乱了阵脚，他急着去处理那批货，根本顾不上我们。放心，我之前检查过了，这里没有窃听和监视设备。还是说，你有别的顾虑？这样用热毛巾轻敷一下，可以起到舒缓疲劳、放松情绪的作用。现在觉得舒服点了吗？抱歉，刚才进门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把它拉开。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说。除了手之外，他刚才还碰你哪里了？既然你回答了我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该轮到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绝佳的谎言都是半真半假的。单独的谎言一戳即破，但当它与真实情况夹杂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很容易迷惑对方。我听说这些年你在国外过得不错，如果你父亲还在，本来不必这么快回魏明市。明明小时候是个阳光开朗的孩子，但现在的眼神却连我也常常看不透，真是可惜了。没什么好可惜的，这都是命。不过既然它能被外力扭曲，那也能由自己改写，不是吗？那位父亲的情况都是真的，只不过他的真实身份是我的一位前辈。他说自己是孤家寡人，所以就主动申请了潜伏在潘明浩身边的任务，一去就是很多年。最初为了尽可能完善身份，在虚构的关系网中需要一位放养在异国他乡的儿子。这种情况下不能随便找普通人来顶替，而我当时恰巧刚进国安部，年龄比较合适。于是我就拜托叔叔阿姨寄了张小时候的照片过来，让他随身携带着，冒充自己的儿子。那张照片估计潘明浩也看过很多次了。大概就是为了今天吧。他没做完的事，我还能借着这个身份继续去做。就算潘明浩疑心病再重，应该也不会想到这点。唉，你父亲确实是可惜了。
那次也不知道是谁向对家走漏了消息，害得他被……不过别害怕，这件事快结束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当然，也会害怕了，但那不是坏事。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我在后来的训练中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开始进行训练的时候，我常常过于拼命，不知道下手的轻重，为此曾经被前辈狠狠地教育过。他说我训练的动力是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懊悔，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因为能力这种事没有上限，永远不会觉得满足，不满足的话，就会逐渐剑走偏锋。他让我试着为了恐惧而努力。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解他话中的含义，并且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进行着训练。直到不久后，我在医院的病床前发现躺在那里的同伴身上有着一道和我相似的擦伤时，我才终于明白了前辈的意思。不，那是在几天前的训练中留下的轻伤，很快就能痊愈。但他后来在行动中遇到了一些意外，当我透过那层白布看着他时，才突然察觉到，那道浅淡的、明明轻而易举就能愈合的伤口，居然被永远烙印在了他的身上。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知道了什么是害怕。我开始害怕失败，害怕自己遭遇不测后你会觉得难过。我有太多害怕的事情了。在这之后，逃离恐惧就成为了我努力的方向，让我不得不学会更加谨慎处事。怎么了？哦，是吗？那我也没事，放心。我原本以为，这种害怕的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毕竟都说岁月是淡忘的良药，时间一长，你的注意总会被其他人所吸引，就不会替我难过了。确实是在胡说，我自以为很了解自己，但却连自己真正害怕的东西都没搞清楚。时间一长，这种害怕的情绪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日渐加剧，严重到了会影响状态的地步。哦，不是什么大事。潘明浩正在四处打点，估计天亮前就能把那批货运过来完成交易。
小声点，我没事了。放心，只是药物的副作用在作祟，每次都会有的。别这么严肃，那些药是国安部特制的。你也知道我不是很会喝酒，没几杯就会醉得不省人事，然后开始说胡话。所以在执行这种特殊的任务时，我就会事先吃上几粒，保证自己不会喝醉。不过副作用就是5个小时后会出现头痛等症状。不会，一般来说我回家冲个澡，睡一觉就能好。只不过这次任务时间比较长，中途就发作了，算是意外情况。这样用热毛巾轻敷一下，可以起到舒缓疲劳、放松情绪的作用。现在觉得舒服点了吗？是什么？这是做什么？你知道浴室没有门吧？说什么呢？我又不怕被你看。就是提醒你一下。好多了。放心，我的耐受度很高，对痛感没那么敏锐。已经没那么痛了。我也听说，如果一个人同时经历2种刺激，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互相联系与结合。
所以为了让以后副作用发作的时候，还能再度回忆起现在的感觉，让我再加深一下印象吧。前辈他没有家人，大部分东西都是为了那个虚假身份买的，很少真正为自己添置东西。哎，我说你啊，快起来，别蹲着了。你的膝盖怎么样了？还会痛吗？都流血了，还不严重？傻呀，刚才的话都是骗你们的。我这么惜命，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不过在最后关头，还真是见证了一出好戏。瑞文，虽然我是被你骗惨了，但你和这女的之间似乎不像演的呀。潘明浩，我看你做出的事情，可一点不像是惜命的样子。你还是那么沉不住气。我是越来越不确定，你作为瑞文时表现出来的样子，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了。无论如何，那张小时候的照片总不是骗人的吧？明明小时候是个阳光开朗的孩子，但现在的眼神却连我也常常看不透，真是可惜了。说什么呀？渴了？你要喝点什么吗？啊，有什么了？原来你神神秘秘的跑过来，是要找这些啊？那当然了，这不是我送给你的吗？你还记得吗？那段时间你好像是被邻居家的小孩给欺负了，他们威胁你说，如果告诉家里人就要揍你，所以你就不敢说，整天闷闷不乐的。原来你知道，
我还以为瞒得很好呢。我当时抱着想要将他们揍一顿的想法去的，不过还没来得及动手，他们就被吓跑了。而这束花，就是为了后来哄你开心才做的。其实当时本来是想送你真花的，但那时候正好是冬天，我摘不到那些颜色鲜艳的野花，于是就只能自己学着做了。不过现在想想，似乎也不错，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才能保存这么久。那段时间我一直念叨着想养辽哥，可惜年纪太小，没能力照顾，叔叔阿姨就没同意。啊，不好吗？反正对象是你，而且这样子的话，就能让你收到的第一束花是我送的了。这种纪念意义，应该是谁也没有办法比得过吧。这有什么呀？谁说自己过生日就不能送别人礼物了？因为有你在，我才会觉得诞生于世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一路走来，我失去过很多东西，但你一直是我最宝贵的收获，这点你知道吗？我吗？是这样啊。如果早些知道，我就不那么担惊受怕了。之前没告诉你，我害怕的究竟是什么事？我不仅害怕你会难过，其实我更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忘了我。当这种情绪随着时间不断滋生蔓延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比想象中还要自私。你会觉得失望吗？哎，弄疼了。让我看看。你总是这么说，肯定还在疼吧？那么，就让我试试看吧。你只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就好。
是啊，谁让你当时什么也不肯说，那我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了。为了让你一刻都不离开我的视线，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而这束花，就是为了后来哄你开心才做的。你终于接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差点就想去找你了。啊，聚餐的时候忘记看手机了。好吧，那你都吃了什么呀？是和关系很好的人一起去的吗？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啊，那就好。啊，没有，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刚才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很想问问你，什么时候才会再来？还能有哪里？当然是来我家。之前你不是来借住了几天吗？等你走后，我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家里已经到处都是你生活过的痕迹了，就连枕头上都还留着你的味道，所以我就有些想你了。我的状态很奇怪，有吗？可是我也没喝什么呀，就喝了你留在冰箱里的饮料。什么？那是酒精饮料？怪不得，从刚才开始就觉得有些晕晕乎乎的，我还以为是错觉。笑什么？对了，你知道我喝不了这些，不会是故意想对我下手吧？开玩笑的，我知道那是忘记带走的。你要是真有这种想法，也不至于等到现在。哦，抱歉，有些胡言乱语了。我待会儿就去睡一觉，醒来后劲头应该就过去了。啊，等聚餐结束后就顺路过来。这么突然？啊，不，我没有不方便，我只是有些好奇，除了担心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让你突然想来找我？总而言之，我等你，路上注意安全。你应该有钥匙，到时候直接进来就好。